年尾之际，开播前并不被看好的《九重紫》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，成为又一部爆款。九重紫的爆体现在播出数据上最为具体，开播8天，腾讯视频热度值就突破了3万，跻身爆款俱乐部。有人开始喊话孟子义，收拾收拾，准备升咖啦！巧了不是，前阵子永夜星和女主虞书欣也带着爆款冲上流量花之手的宝座。要知道，她俩可是多年的闺蜜了，这俩作精姐妹花真是一起黑一起红。哇哦，不错呀！她俩都是从表演综艺1年级毕业季正式出道，但口碑最初偏黑，后来又同样通过综艺一次次证明，各凭热门节目出圈，逐渐成为如今站稳脚跟的内娱小花。他们俩正好呈现出最新的流量花成长路径，也预示着综艺造星时代的到来。像上一代的流量花杨幂、唐嫣、刘诗诗，他们虽说并不像四旦双冰一样有体现演技的硬核影视作品，但好歹是先靠着《仙剑》这个超级爆款出圈的，是戏火，然后才是人火。但以虞书欣、孟子义为代表的新一代流量小花，从未有作品的一开始就已经以综艺为依托，率先有了声量。可以清晰看到他们一路走来，综艺伴随他们的星途起伏起到的关键影响。1年级毕业季时，虞书欣、孟子义因为争议同时被骂出了圈。俩人都是那种乐于表现、敢争取的类型，在我们谦和的文化氛围中，这种差异是令人诧异的，经过于喜的。一个是被嘲作精抢戏的虞书欣，当时节目要求学员各自表演上海夜总会风尘的女子，谁演得好谁当女主。虞书欣输了，但她认为自己演得最好，和导师据理力争，还正面提出对手不好，自己很好，毕竟自己本就是上海人。被严肃指正后，撇嘴落泪，抗议陈建斌不公平，倡议大家投票定夺。落败后依然不死心，批大家没有眼光。彩排时仍没有放弃对女主戏份的执着，拉着男搭档一直在旁跟着女主做同样的练习动作。他还自信地表示自己的肉长在了该长的地方，暗示女主人选太瘦。当年虞书欣节目中的表现被嘲太作、太刁蛮、太自恋，直播也被骂，而孟子义也是如此，鲜明的个性出现时被骂到狗血淋头，扮演小偷却偷摸的给自己改装，不愿意抹黑脸。自我设定的人物身份总是和男女主角攀亲带故，总之他必须是隐藏的主线，而不可能是绝对的配角，却也因此气得导师直跳脚。由此，网友认定孟子义是贪图漂亮、没有职业道德的坏演员，甚至一度认为他就是内娱传闻中台词只念 ABC 的人。恶意达到什么程度？他没戏拍，跑去演员请就位争取机会。郭敬明误会他改装，在镜头下当众发脾气，甩脸骂他网红脸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拍戏我不要拍孟子义，而你那个美嘛就是一个网红脸，你要再敢自己乱改一个妆、乱化一个妆就别拍了。但事实是，郭敬明拍上一套片拖了太长时间，导致化妆师还在上部戏剧组里，无暇兼顾后面的演员。孟子义才让自己的化妆师照着已经过了郭敬明审核的妆造化的妆。这事后来孟子义自己发微博喊冤，原定的化妆师也专门出来帮孟子义澄清，还暗戳戳阴阳郭敬明偏心排在孟子义前面的演员，错不在孟子义。但节目里被放大的污点，已经败坏的路人缘，私下是很难挽回啊。在大众的印象中，大都只停留在孟子义总是臭美、自行改装、屡教不改、没有职业道德等负面标签，事实如何根本无人关心。当一个人一旦开始被看不顺眼，什么糟糕的脏水也会往其身上泼。在《陈情令》中演一个配角，竟被造谣带资进组、加戏改戏，导致重拍过程中造成火灾，2个灯光师发生意外云云。后来孟子义又只能自行澄清，辟谣跑断腿，但蛇蝎形象伴随着这些乌烟瘴气的传闻，一再让他长时间和坏女人深度绑定。可见虞书欣、孟子义早年个性中张扬的部分，在综艺中被进一步的放大。经过发酵，虽说也带着他们的名字有了一定的知名度，但终归不是好名声。特别是孟子义，都快被造谣成法制咖了。客观来说，两人早年被骂有被冤枉的部分，但确实也有自身过失之处。
主要问题还是初入职场的莽撞。想上位的积极心态本是好事，但不懂规矩就弄巧成拙，在实力尚未被验证之前就过多的提意见，观众难免会觉得他们不够资格，处处违逆前辈安排，便是不懂事、不合作、不专业、不认真。再经节目效果一放大，舆论一发酵，敢说敢做就变成了耍心机，努力表现就变成了博眼球，有主见和坚持就变成了不自量力。对小透明来说，这是很危险的一招，差点出道即崩组。但成也活人，败也活人，两人曾经因为太敢展露真性情被大家讨厌，如今同样是凭借着真实的个性又被大家喜欢啦。职业生涯的转机发生在2大热综，虞书欣参加了女团选拔综艺《青春有你2》，成功高位出道，而孟子义在社交实验类综艺《50公里桃花坞》成功扭转了口碑。2020年3月，《青春有你2》开播，但其实在开播前2个月，虞书欣刚凭借《下一站是幸福》中又作又可爱的蔡敏敏一角崭露头角。角色光环的加持，她性格里原本备受攻击的作开始有了扭转能量场的倾向。大众对《青春有你2》里的虞书欣外放张扬的个性，喜欢和讨厌开始五五开。选秀台上，虞书欣留下了让她刷屏的表情包，但这些和以往的性质一样，都只是她作过的证明。实际上，她扭转口碑更关键在于破。她依然以自我意志为第一位，开场就为了和喜欢的导师 Lisa 坐在一起，企图做另一个导师 Johnny J 的位置，被批评没有礼貌。但幸运的是，这次在团队中，虞书欣遇到了很多和她一样外放、敢于争取和直言的女孩。当她们凑在一起，虞书欣的作就被轻易地破掉了。原本可能的哗众取宠感和自恋感被削弱，小学鸡式的可爱少女感反而被放大。其中，小嘴脆毒的赵小棠对虞书欣观众缘的帮助是最大的。当虞书欣作妖时，赵小棠总是在第一时间在旁送上毒舌吐槽。最经典的吐槽是，当虞书欣说不知道导师从自己身上学到什么时，赵小棠抢答做作。虞书欣独角戏时，这番话容易让人感觉自傲而讨人嫌。被这么一吐槽，立刻有了喜剧效果，作反而成了鲜明的搞笑女特色。孟子义之所以能在桃花坞路人缘洗白，也全靠这种说破无毒，在此基础上也多了搞笑女光环的加持。比如在镜头里，经纪人吩咐他送你的4个字：坚强勇敢。再送你4个字：不要说。回来的时候，你跟公司的合约还在。一下就破掉了他的负面标签。还有一个更经典的说破无毒式盖章，出自郭麒麟对孟子义的评价：孟姐这人其实挺有意思的，老想跟你耍点小心眼，但是吧，老让你看出来。说这话时，甚至带些宠溺。郭麒麟来自层级分明、人员庞杂的大家庭，从小就懂得察言观色，对人际间的弯绕烂熟于心。因此，这个正面的评价也更有含金量，力证了孟子义人不坏。桃花坞第1季，郭麒麟专治孟子义，是赵小棠之于虞书欣，两人一吵嘴就破掉了他被大众诛心和误解的空间。有一次，郭麒麟和孟子义在车上斗嘴，孟子义斗不过郭麒麟，结果被全员一顿笑面怼。孟有些急了，开始小学鸡式的反击。干嘛？你不会想跟我炒 CP 吧？我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要对你有防备心了。你最好有，这人懵了，高兴吗？我傻了，快了下来。你也有接不上的梗了吧？对，那倒也不是，主要日子还得过呢，我还要脸呢，主要是吧？你意思是我不要脸是吗？臭弟弟？那也不是，欢迎你，最好不要这么宠溺的叫我。这其实也是孟子义后来吸粉无数的人格魅力，憨直真实。在当下流行的一切全为趣味的年头，这个特质堪称是圈粉圣体。之所以自桃花坞之后就被称作孟姐，不是因为她一夜之间长辈分了，而是她总能在长幼有序的名利场饭桌上，能突然就给你突破一下权威，生猛而无畏。比如作为嘉宾里最有地位和辈分的宋丹丹，曾 cue 大家介绍自己的代表作，小辈们多少觉得有种过年被逼当众表演的 push 感，但孟子义没有这条神经，他觉得还蛮正常的。
到第2季新嘉宾加入时，孟子义也 Q 新人张国立说一下自己的代表作，众看客为他的大胆惊掉了下巴。类似的名场面还有张国立自嘲没年轻人愿意和自己同住，他和宋丹丹2个老人凑一块儿吧。从反复强调讨厌2字的刻意发言里，机灵小辈都能听出这是以退为进的话中话，深知前辈正等着谁来否定一下，给挽个尊。结果你孟姐脆生生给张国立盖章批准了。看来2个老人是最讨厌的，让2个讨厌的人住一块儿吧。行，行，谁说的行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再一次让看客为他的大胆惊掉了下巴。他不太有世俗等级的那条神经，天真本身就是一种哲学，所以很多聪明人反而会被他这种大智若愚所征服。比如李雪琴，他形容孟子义是菩提树下孕育的一朵花，本想借菩提树形容他真善不自知的美好，他却不懂其意，又是不过脑的发问，为什么不是柳树呢？李雪琴赞叹，你看多妙啊！人人都想往高了被吹捧的时候，只有孟子义不懂菩提树寓意何为，他只有如孩童般本能的好奇驱使他发问问题本身。在他看来，圣洁的菩提树和凡间一棵普通柳树本无不同，无差别心让李雪琴觉得他是个妙人还不自知。这是孟子义突然从原本对导师耍小心眼的臭美心机女一夜服务了吗？没那么神，还是那个破字。桃花坞是个微型内娱观察实验室，孟子义被丢进去，他的好就是被对比出来的。节目中除了他人帮他破，他自己也倚仗话比脑子快的傻大姐性格，自己把自己的作给破掉了。初次见面，他给大家准备了礼物，然后兴冲冲地跑到苏芒面前，得意而直白地询问他，不像传闻中的那么讨厌，对不对？吓得老油条苏芒一下也拿不准这是什么招，因此也接不住话，表情僵硬，倒退2步，又沉默着拉住他，生怕他再胡说八道。苏芒什么人？内娱名利场上的人精。孟子义这番直白而直切的自证，在苏芒这种深藏不露的老江湖那儿，被对照成了小女主不关痛痒，甚至还有点可爱的青春期纠结。城府和小九九一对照，小九九未免就显得过于可爱了。实际上，虞书欣、孟子义从头到尾都没变过，只是不同综艺的不同磁场变化，改变了观众观察他们的性格的视角。虞书欣性格中有很明媚而高能量的一面，是个热心又仗义的人，早在被批得很惨的1年级毕业季就有所体现。孟子义当时遭受集体的不公平对待，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哭，准备退出节目。在集体施压下，虞书欣坚持陪在孟子义身边，共情地陪着他一起哭。比赛和友谊，他选择了友谊。后来你能看到《青春有你》中，他也热心地指导队友如何在舞台上给观众留下记忆点，一点都不藏着掖着。是竞争的关系，但也是大方的竞争。后来的中餐厅，他更是把自己明媚和热心发挥到极致。在服务行业中和团队协作中，他扮演着一个小火苗一样温暖可爱的角色，顾客们非常喜欢他。而曾经和黄晓明总是不对付的林大厨，在这一季被虞书欣哄得服服帖帖，被网友称为林大厨最开心的一季。永夜星河中被他演活的林妙妙也具备这种小太阳的特质。实际上，虞书欣是一个有生意头脑的人，他小学开始在学校批发本子卖，后来分别在淘宝黄金时期、网红经济黄金时期，建议家里人也从事这样的生意。所以关于自己的市场定位，他现在和早年是侧重点不同的。早年他更偏重田径的名媛千金风，角色蔡敏敏、青春有你出圈后，可爱娇嗲成为他如今最明面的标签。而梦更多的是误打误撞。孟子义即便后来路人缘回温，同样不是因为他变了，用他自己的视角来说，他不但没有长进，甚至变得油腻了。和1年级时一样，往后的他还是喜欢出风头占 C 位，但如前言，他的作被真正的精明人对照成无恶意的小九九，不会再有人以此黑他。你们2个再往里边点吧，亲，我就可以在这儿了。
梦姐咋了？人人都有的小心思被旁人点破后，像是被放在阳光下暴晒，反而让人觉得亲切，路人缘肯定会闷。他看破就说破，自己也不放过，简单直接，也常有搞笑的效果。比如辣木不想和他待着，独自跑下楼，他发现后直接说破：你干啥？你是为了躲避我是吗？我让你气死了是吗？你给我说。再比如汤晶妹拿了人敏的计划却不带人敏，被孟子义当面道破。你给他解释一下，他们两个说这个事情就是这是别人的提案，他们用了别人的提案，还不想带人家了，还得是我梦姐。直白比犀利更要命，她性格大咧咧的，顺带又凸显了她仗义和包容的一面。面对大家明着用开玩笑的方式，有时就是不带她玩，她也不生气，又点破干嘛呀？怎么孤立我？但也没真和别人较劲。神经大到什么程度呢？人人要头要脸的社交场合，大美女孟子义为了给徐志胜卸妆，当场顺势给他跪下了。他自己根本不觉得有什么，把徐可吓坏了。求求你态度恶劣一些好不好？乍看美艳绿茶，实际莽撞搞笑，反差萌足够逗乐观众，所以他非常适合上综艺。在活人缺失、人机当道的内娱，鲜活的孟子义通过综艺盘活路人缘，卸下外貌和谣言带来的攻击感。只需要时间，不需要头脑。上的综艺越多，路人越了解他，就会像朋友一样喜欢他。综艺对孟子义晋升小花的作用异常关键。2021年《桃花坞》开播时，网友还厌恶他的出现，为啥要把孟子义请来啊？他的口碑都这样了，节目镜头给他少一点。之后口碑翻盘，一直只能当女配的他，在2023年当上了女主。花琉璃一文虽然不算大爆款，但最终名列腾讯完播率前3。孟子义真正意义上有自己的代表作了。之后，孟子义继续当女配，九重子前还经历了9个月没戏拍。如今话题度带来的流量和星光，已经开始显现出上桌流量小花的潜质了。就说从前唱歌难听是她的缺点，在1年级时曾因此被集体霸凌，投票逼她让出女主的位置。但如今2023年江苏卫视春晚晚会让孟子义和周华健合唱，孟子义靠一己之力拉高了收视率。孟子义还因翻唱周传雄的小众歌曲《冬天的秘密》，给周传雄带来了颇天的流量。现在九重子这部女主剧的爆火，让孟子义真正意义上上了流量小花的饭桌，成为名正言顺的新生代流量小花候选人。确实，在大家演技大差不大的情况下，如今造型最重要的指标变了，变成了考察一个明星的性格魅力。可以理解为，在演员泛滥、演技同质化严重的内娱市场中，只有成功将自己符合市场偏好的人格品牌化的人，才能率先拿到声量，然后靠星位去争夺资源，等待爆款代表作的诞生。这已经不是一个工匠时代，研磨演技作品不再是资本造星的第一步，明星发挥个人魅力拉动市场的声量，才是撬动资本捧自己的第一步。当然，登上舞台之后能走多远，还得靠作品说话。但在那之前，先得想办法爬，也得爬上舞台上。好啦，本期的脑洞大白话就聊到这里吧。听说关注我的朋友们更容易升咖发财哟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